专心一世事有心说。伤痕昂起头，吞咽下去如心如火，走过长夜，走过坎坷，走进曙色。朕就不明白，一本书法集，你翁师傅就把自己给卖了，还卖得这么贱。臣错了，臣见他是内务府推荐来的，又有庆王的批文，所以就……别说了，李鸿章也找你要银子，还有朕的口谕。你怎么就不批给他呢？臣一生清廉，皇上是知道的。那你还上当受骗？臣一时糊涂。不是一时糊涂，你是一生糊涂啊！名利，名利，名在利前呢，翁师傅。太后，您这满头的乌发，恐怕是王母娘娘给的吧？小李子，你这嘴可真够甜跟的。奴才说的话呀，这都是实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小李子，这怎么说呀？太后恕罪。奴才拿脑袋担保，给太后梳了这几十年头了，就发现这一根白发。唉，你也是一番苦心呐。真要有那么一个人，成天在我耳边嘀嘀咕咕的，太后，您这儿有一根白发，太后，您那儿有一根白发，说也把人说老了。太后这话说得透彻，说的奴才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人太明白了也不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个道理你知道吗？不知道，奴才怎么会知道这些圣贤的道理呢？就是说呀，水太清澈了，就养不活鱼。人要是太明白了呢，身边就连个伴儿也没有，活着就太没有意思了。太后这话，奴才还是似懂非懂。你不懂，可李鸿章是懂的。修园子买木头的那个案子，到底都是什么人掺和进去了？有些个话，李鸿章没给外人露底儿，我嘛，也就学学李中堂，不想知道的事儿，我也就不问了。小李子啊，不想给我梳头了？
起来吧。谢太后。修园子的木头，还是一根不能少。中堂大人，中国和美国合资做银行是大好事，可大人是否考虑过英国、俄国还有日本国的态度？我只要你的态度。我的态度大人是清楚的，可我们每次干事都要做可行性研究。我们知道30年前，贵国的恭亲王考虑过合资做银行的事儿；20年前，你的老师曾国藩先生甚至做过这件事，可都没有成功。中堂觉得这次一定能成功吗？事在人为啊。哎，我说米建威先生啊，我李鸿章是看得起你们美国银行，也看得起你，所以才给你透个底。要是你瞻前顾后，我看那就算了。我是乐不得跟中堂大人联手啊，可贵狗有句话，不见兔子不撒鹰。兔子？嗯哼。合资银行是兔子？不，那是一头肥牛。哎，别，别，米建威先生，这是我国待客的习惯。哦，那好。小人不能收，哎，收下吧，这是洋人的习惯。来，米建威先生，咱们的意向就算定了。嗯，定了。好，干杯！干杯！嗯，来。恩师，事情已经过去了，何必如此自责呢？自责？我这不是自责。太后的寿典上得跪好几个时辰呢，我这把老骨头，到时候撑不住，有失礼仪，成何体统啊！老师，不要再练了，您还是要当心身体啊。老了。老了，哎，怎么桌上笔墨纸砚皆无啊？继之啊，别提这个。恩师是一代书圣，与文房四宝隔绝，那不等于绝食一般吗？跟绝食一般。跟杀了我一般，但愿有人杀了我呀！恩师，何必如此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可这不是一般的小过失啊！继之，你不懂我的心呐。李光照一案，皇上责我，
名在利前，真是诛心之论呐！再说，国家白白的损失了60万两银子，我身为户部主管，你说我怎么能不怀疚自责呀？60万的损失是追不回来了，可这里却有一笔出卖江山社稷的天大的损失，却要由老师挽回呀。华美银行章程，怎么回事？李鸿章要和美国人通办银行。你从何知道？哼，说来好笑啊。我的仆人呢，和李鸿章的仆人是同乡。一日啊，2个人相遇，李鸿章的仆人呢，举着1枚银币炫耀，说是美国人在谈判桌上给他的小费，就这样才把事情给泄露了。当时啊，我还不敢相信呢，就又以2两银子，让那仆人弄到了这个钞卷，这才赶来禀告恩师啊。欺君枉法，越俎滥权呐！恩师打算怎么办？不能再孟浪从事了。恩师啊，您可不能过分的爱惜自己的羽毛啊！您要是不出面，让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清夜醒来，扪心自问，当何以自处啊？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你应该立即上奏皇上，终止筹办华美银行。好好好。 Prince Chen, there are still some things which we can discuss. I think your government. Okay, we can talk next time. 哎呀，欧格纳先生，您怎么也来了？总得打个招呼啊，这不符合外交惯例啊。Your Excellency, on behalf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 wish to make a strong protest. 欧格纳先生，这许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Hasn't Britain done an awful lo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stead of forging a strong friendship, Mr. Li seems to have discarded it, preferring instead the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s in terms of funding the joint venture bank. It's not acceptable. 哎呀，欧格纳先生，您这是从哪来的消息啊？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没听说呀？ What do you think we've got our agents on the ground for? 您把我大英帝国的情报机关看成什么了？ 哎，别，那是别人的茶。上茶。 To do business with those American scoundrels, you know their country is barely 100 years old. To actually fund the bank with American money, that would bring great shame upon the British Empire. 美国人的事儿，碍你们英国人什么事儿？ The Americans are a young country. It's still developing, just a revolution. But I'm not here to teach you about world politics. I'm here to ask you what you intend to do about it. 还没办，哪儿来的怎么办呢 Suppose it was done.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But if it was really done, 办不办，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I say again, if it was done. 欧格纳先生，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我看这么着吧，您先请回，我把贵使的意思报上去，您看怎么样？ Please remember, the moment you sign up with the American bank is the moment you will break with the British Empire. 你，呸！ 王爷，法国公使求见。见。
老爷，有人求见。还让不让人活了？老子今天跟洋人折腾了一天了，回到家里还不得安生。什么破人呢？不见。老爷，是翁师傅。啊，翁师傅，快请进。是。去，还不把这收拾干净？翁师傅，哦，拜见王爷啊，请起。翁师傅来得好啊！哎呀，我被洋人折腾苦了，正想找个人聊聊。哎呦，我就是来陪王爷聊天的。这同洋人打交道，比颐和园清宫还难。翁师傅可得不吝赐教啊！啊！哎呦，有什么事儿能难倒王爷呀？难。实在是难呐！见了那些洋鬼子，勾不准缝，对不上牙。哎，你是挠也不是啊，爱也不是，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不用跟他们恼，当然也不能爱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爱之有啊？林文忠公有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王爷职责重大，小心为是就是了啊！闹得满世界鸡犬不宁的，就是这薄薄的几页纸。是。李鸿章的折子我也看了，他说的也有道理嘛。办水师、修铁路，还有好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全都要用银子。户部那边又不拨款给他，向洋人借款，利息轻重不说，还得受他的挟制，干脆办个银行，也是个办法嘛。大清以外国情况迥异，开办合资银行。诚如翁师傅所言，利归外洋，害益中国。翁师傅彻夜长谈，他教了你不少东西吧？奴才确实和翁师傅谈了一宿。总理衙门的事太难了，虽说是太后隆恩，可是跟外国人打交道，奴才实在吃力。和翁师傅谈谈，受益匪浅。跟翁师傅谈谈那也没什么，可跟洋人整日家打交道的是你，不是他。那根主心骨还得是你自个儿的。这方面的事情，翁师傅教不了你什么。奴才知道了。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只是七爷走后，我让你顶了他修园子的差事。连总署的差事也让你顶了，得意忘形了吧？告诉你，少搭帮结伙的，对你没好处。奴才记住了。记得就好。进来吧。小李子，让亲王进来。亲王，请。请。给亲王看座。谢太后。翁师傅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他说，以前日本和西洋办过银行，上了当。李鸿章明明知道，却还……别吞吞吐吐的。他还说，李鸿章坐镇北洋，军政外交集于一身，权倾中外。现在又撇开朝廷户部，企图把金融大权揽在自己手上，心怀叵测，不可不防。哼，
不愧是清流领袖，见着缝就扎针。翁师傅是不是看着李光昭的事儿牵扯到你们几个，合起伙来要报一箭之仇啊？奴才以为翁同和大节上是好的，李鸿章的大节也是好的。我看他办这个银行就没什么大错。开办银行的事不光是朝野震动，就连各国的公使们也都天天跑到总署来纠缠恐吓，说咱们把好处都给美国人独吞了，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我偏要把好处让美国人独吞。我大清国自个儿的事儿，碍着他们什么了？有些个事情你还不懂。屁股刚刚坐进总署，就来了这种事儿，是让你犯难。可你慌什么？你怕什么？我让你在艰难里头历练历练，这对你有好处。奴才懂了。你没有懂，就冲你有难处去找那个翁师傅谈去，你就什么也没有懂。事儿嘛，做好做坏没什么了不起的，可人你得跟对喽。咱们大清真懂洋务的，从前嘛是恭王，现在嘛只有李鸿章。你呀，应当多请教李中堂，他才是你的老师。奴才谨遵懿旨。办洋务，李中堂的八字真言，你要牢牢记住。我不惧你，我不欺你。你归安吧。奴才告退。小李子，送送亲王。这王爷慢走。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这总署的活儿，你看庆王能盯得住吗？太后心里边有数，奴才能有什么看法？我不要你有什么看法，我就让你说说感觉。要说跟洋人打交道，奴才感觉庆王爷是有点吃力。那李鸿章怎么就不吃力呢？说的也是啊，奴才也为这事儿纳闷呢。那洋人见了李中堂，怎么就那么听话呢？老百姓啊，传了一个口头语，就是啊，这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可奴才啊，也听了一句，说大清国呀，就一个官不怕洋人，那就是李鸿章。这洋人见了李鸿章啊，真怕他，最怕得罪他了。那你再说说，这洋人对李中堂是敬他呢，还是真的怕他呀？恕奴才直言，奴才觉得这洋人是有求于李鸿章。求他什么呢？求他……哎呦，这奴才可就说不来了。办合资银行的事儿，朕都知道了，不像他们说的那么邪乎。朕的意思，可以办办看。皇上圣明。朕知道，你心里头苦。有些人办事儿扬着头说话，说的都是好听的。你是埋头苦干，干的都是最难的事儿。这办事儿，只要务实，办得好坏，妥当不妥当，是不是办错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重要的事要做。中堂，你也来一块儿。啊，谢皇上。坐。还有一件事，有人以为朕对翁师傅的话言听计从，错了。朕身为一国之君，重的是大局全局，不是某个人的亲思远近。朕知道，你和翁师傅有些话不投机，做事呢也有些不大一样。可朕就从没听你说过翁师傅一句坏话，朕心甚慰。皇上圣明。可你和翁师傅总要和衷共济吧？你们都是朕的股肱之臣，义气大了，终归不是件好事。哦，还有，办银行的事儿，你还是要再请懿旨。对持真敬应无曲，愿得身闲便作僧。事情一烛浮云散，到头难与玉相争。王爷好清闲呐，丢下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就不管了。少权呐，既到戒台宝寺，何不悟彻洞天呢？当务之时，人自悟。人不渡人，天渡人。王爷啊，你还记得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您只身回京谈判，在谈判桌上，您一手举着洋酒，一手拿着雪茄。洋人不用说了，就是我满朝臣子，那都惊呆了。哦，有这事儿，我全忘了。后来你赋闲，就把这千钧重担都压在鸿章肩上了。少权呐，你何苦来勾引我旧时情怀呀？合资银行的事，我那嫂子给驳回了。可我还是想争一争。事情太大了，不争也罢。王爷啊，洋人的事不必说了，就是朝堂的悠悠之口，我也可以捂得住。只是这太后，少权呐，别弄了，歇着吧。可这天下是你爱新觉罗的天下呀。你呀，遇事总爱争三分。你老师白教你了。你想想，曾国藩为何遇事总要退3步呢？我那个嫂子，我太了解她了，不退，成吗？还退呀，王爷！这大清还要退到何种地步啊？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少权，一边是皇上和那位翁师傅，一边是我那位嫂子。你身处夹缝之中，饶你左右逢源，终归无济于事啊。千难万难我都过来了，只不过再多加一个难字罢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毕竟是少权本色。好吧，朝政不可为，老黄历了不算什么，你也不必放在心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咱们东边的那个邻居日本，我倒是一直警觉着，可他要闹出个动静来，恐怕也不容易。万籁俱寂，却是最危险的时候啊！这要是在英国呀，
人们正在喝下午茶。今天呢，老臣就请太后品尝一下这英式咖啡。黑不溜秋的，有什么好的？哎，这西洋人可爱喝这个，提神呐。咱们的茶还不是一样提神吗？哦，那可不一样。传说呀，开头的时候啊，这咖啡都是西洋的下层百姓们喝，一个个喝的呀是精精神神的。后来皇亲国戚们看到了，也就尝了尝。这皇上就说呀，这么好的东西怎么都是下人喝呀？这简直是浪费呀！啊，以后这宫廷里就开始喝，哎，也就流行开了。请太后品尝这英式咖啡。我说李中堂，你这给我喝的中药吧？习惯了，太后就会觉得好喝了。我不喝这个。那好，臣再请太后品尝一下这法国的波棒咖啡。这小点心不错，跟咱们宫里的不相上下。哎呀，这洋人的东西啊，开始看起来都不怎么样。就像咱们和洋人一起办银行，看起来呢咱们是亏了，可是仔细品品呢，这洋人的钱变成咱大清的钱，这大清的钱呢，又变成了洋人的硬通货。过去啊是货畅其流，现在呢是钱畅其流。银子生银子，最后一算账，咱们呢赚大发了。太后，这事儿要是办成喽，咱们大清的洋务那是全盘接活呀。就像这咖啡里加上几滴雪莉酒，那是甜中带酸，芳香无比呀。太后啊，这个事儿啊，咱们就先办一个，办成喽，咱们就铺开去；办不成，咱们就收回来，也不会伤了国本。太后，请您品尝这法式的波棒咖啡。这东西真奇怪，闻起来满香，喝起来却是苦的。既是办银行能赚大钱，我看嘛，咱们就自个儿办一个，何必跟洋人掺和呢？这无论什么事儿，一让洋人掺和进来，咱们自个儿就不方便了。其实啊，要的就是咱们自个儿不方便，否则
像咱们自个儿的户部，钱花的总不是地方，那还办得了什么大事吗？这还是苦的。小李子，备茶。这皇太后懿旨，太后说了，李光照一案，下个海捕文书，总是要把他抓住的。洋人都没有好心眼儿，和他们合伙，总归要吃亏上当的。合资办银行的事儿，就算了。这谁呀？医学博士孙文，见过康先生。医学博士，我这儿的人都没有病。大清国人人有病。什么病啊？愚昧之病。愚在何处啊？被奴役者却以为自由者，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知自爱且不懂爱人。一句话，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病根何在？这就多了。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果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4000年的封建专制。开个方子试试。走向共和。这方子有几味药啊？思想之药3味，自由、平等、博爱；制度之药3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有什么药引子吗？有的。大胆！那是我老师的讲坛，你也上当。共和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便有了初步实验，但那过于原始，不成体系。后来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首倡三权分立，而民主宪政却在英格兰首开先河，其从专制到宪政的和平演变，让世界大开眼界。那么制度一变，国势大增，雄霸全球，至今依然。当然，英国是虚君宪政而已，其后又有日本国之实君宪政，霹雳一声，无君之宪政，也是我孙文所期望的共和，在法兰西诞生了。卢梭巍巍高在，把平等思想遍布民心。百科全书派狄德罗、伏尔泰等诸位贤者，
摧毁了愚昧的神学，把博爱思想遍布民心。时机到了，罗伯斯庇尔振臂一呼，法国人民奋起反抗专制，攻占了黑暗堡垒巴士底狱，君主路易16上了断头台。专制制度既倒，自由踏着鲜血前进呐！红白蓝三色的共和之旗在瓦兰西上空高高飘扬。对不起，有点紧张。不过诸君要知道，无君之共和才是最纯洁的宪政，也是我煌煌华夏最终要确立的国体。那你要将我大清皇上置于何处啊？对不起，我在澳门行医多年，经常出入那儿的议政厅。他那儿议员有问题的话，得事先举手。举手？举手？哎，这什么规矩？吞咽下去如血